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大叔中文，我感觉我要替笨叔发声啊，人太少。好，今天的画面非常的和谐，少了一书，画面反而和谐多了哦。对，我们今天笨叔有事情没有来，我们邀请到了嘉宾 Annie 老师， Annie 老师鼓掌。大家好，再一次来到这儿，很高兴见到。对 Annie 老师算回来，这个再跟我们聊聊天，回来探亲的是吗？探亲嘛。以后有个次数，哪一个老师来一次画一横，有一个对，我们要画政治标记，这样画。对， okay. 好，对，那今天我们既然有女生来了啊，不是3位臭男人，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当然要特别一点啊。今天的话题叫做单身与恋爱，是吧？对，单身与恋爱啊。你看什么呢？你让谁给你提词吗？我跟你们讲，茶叔啊，在专访的时候是很用心的，你看到我眼神飘到旁边，我旁边是有小抄的，我等一下问什么我都知道的。你骗谁呢？有准备有准备。好，那单身与恋爱一直是一个长久以来每个人在关系上都会转换的身份，对不对？好，我们现在现场 Annie 老师还没结婚嘛，我们有是吧？对不对？对，还是你偷偷结婚？我偷偷结婚我不晓得啊。不会，我一定会告诉大家。对，我跟 Annie 老师是单身，然后灿叔是结婚，但是恋爱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想先问一下2位老师哦，你觉得单身与恋爱在心境上，在人生的关系上有什么不同？对你来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对，先问 Annie 老师吧。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的。Annie 老师八卦，可以问你恋爱过几次吗？恋爱过几次？这个怎么算呢？就是特别认真的、正式的那种，就是稳定的那种关系嘛。那我印象中应该算是只有2次。对，认真的，你真的觉得付出了感情这种？对，就是长期的稳定的这种恋爱的关系。对，应该2次。好，那对，人生都有好多故事啊，要不觉得人生好无聊啊。是，那 Annie 老师，因为你真心付出恋爱2次，跟你觉得你每次都真心，每次都真心，就是单身跟恋爱，你觉得到底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同的阶段，或者是这个也不是说它就是一种永远稳定的一种关系，你不可能永远都是单身，也不可能永远都是恋爱，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你缘分到了，你跟一个人在一起比较舒服，那你就认真的接纳这段感情，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自己过好这个生活，这个就是我现在的一个态度。对，还是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吧，反正人生必须要有的一些阶段经历，这样的。对，Annie 老师，像我这个人，单身跟恋爱之间，我常常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人。比如说，我现在是单身，我就会想说，好想交个女朋友，好想谈个恋爱，有人照顾，有人陪，孤单寂寞冷的时候，夜晚有人可以慰藉，多好。然后谈了恋爱又觉得有一个伴啊，真烦欸，什么事情都要迁就他，什么都要考虑他，出去买个东西他也要问啊，就又会觉得烦。我觉得我一直是在这个关系中，这是围城啊，不是那个游于去。对，但是这是男生Annie 老师你呢？你也会这样吗？对啊，我好像跟你完全相反啊，我的状态。对，我状态应该是，就是我要是单身的状态的话，我就很享受我的单身的生活。然后，如果我要是跟一个人就是，确定了这个恋爱的关系，那我也会非常非常的投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恋爱脑吧，这样的，反正就是真的是100%的投入。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是跟一个人分手的话，
痛苦没有很多遗憾、后悔啊这样的感觉。哦，对对，就是你觉得你已经在关系中已经努力享受了一切，对不对？对对，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也是享受这个两个人的生活去分享，然后真心的付出。那如果分手的话，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嗯，真的是不能在一起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多的遗憾，但肯定是有挣扎的。但是就是现在看起来，结束这段关系，其实对双方也都是好的，所以就没有太多的遗憾，所以不太会去，就是特别的去。追究以前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能够比较享受现在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对，就是跟你那种状态还不一完全样。不一样，完嗯，对对对，全不一样。对，对，所以人真的很所以我不同哎。对，不同呀。我和安妮更像一点吧，就是因为哦，从头到尾我也只有灿叔一对。交代一下，没有，灿真的叔应该这吗？样说。是不是？我们现在强调的是恋爱的时候，对不对，对？好，所以灿叔，你觉得你在恋爱的时候跟你还没有恋爱的时候有什么很大的不同吗？特别是你的恋爱还进阶到了婚姻的过程嗯哦。对，对这个我们没有发言权，只能听您说了。啊，对，我觉得其实可能恋爱和单身是不一样的。单身的时候，因为单身的时候还在上大学，就是对，从高中的时候，其实对这些就有憧憬嘛。大学的时候真正谈恋爱，在那个阶段，我觉得整体肯定还是憧憬的。然后到大二开始谈恋爱，谈恋爱肯定会有这个热恋期啊等等，但到后面对啊，肯定也有倦怠期，或者有一些性格上的冲突啊等等都会面对。我是觉得肯定那个时候也会觉得啊好烦呐、要是一个人就好了，肯定也会有这种状态。但是我觉得，反复的跳对，对，窜哈，对，是的，但是我挣扎。觉得我可能是就是爬山一样，一个一个爬过去。然后到现在的话，我觉得已哦，经平稳了，其实就不会想象自己单身是什么状态，很难想象自己单身什么状态，应该会很不习惯。我所以还是更您的那想，个就是您现在说的这个跟您结婚的这个太太，现在是大二的，您说的这个对一样的。同一对对对，个同一个就一个，同一个，嗯就一个， ，OK，对，对，那我就了解了，明白。嗯，哇，这是好长时间了，已很长很经哈。长很长，OK，那这个也算是初恋吗算是初恋吧，真正意义认上的真的谈恋爱，认真的初对，？OK，恋，前面更多认真的是那种什么 crush 吧，我觉得，对，暗恋啦之嗯，类的，对不对，对？OK，对，最后哇，这段关系是双向奔赴。是的，对，明白。其实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单身的时候，就是常常跟自由画上等号，所以嗯，你们会不会觉得谈了恋爱就无法享受到自由的生活？因为你可能谈恋爱了，你会去依赖情感上去依赖另外一个人。所以，Annie 老师，你在恋爱的当下，你有没有觉得不自在，或者觉得对方好像限制住你某些生活？有没有这种感受？肯定会有这样的感觉的，就是对，我觉得可能，嗯，我有的时候会就是现在因为是单身的状态，但是如果要是有这种可能性，就是遇到一个人，然后可能互相喜欢，但是可能也会有这种担忧，会不会这段关系或者恋爱的关系会影响这种你单身的这种自由，肯定会有的。但是以前的这个经历来说的话，那我觉得很大的影响吧。因为毕竟是你有一个独立的这个生活，然后有另外的一个人加进来，然后你要不断的去分享你的生活，然后两个人互相的去融合。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我前一段时间去旅行，然后我的这个住在我朋友的家里，然后跟她的就是丈夫在一起，然后我就觉得他们两个人就非常的独立的两个人，然后呢就感觉。在一起结婚可能1年多吧，我就感觉他们两个人还在慢慢的、不断的去融合。就是你从一个哦，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别的人，这种你就感觉哇，这个还挺大的改变的。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从不同的程度一定会有的，它会影响你自己的一个人生的选择和你的这个自由度，自己人生的这个自由度的很多很多的改变。哎，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两个问题，嗯两个人一个问嗯题，就是你们在嗯，乎关系里头自己独立的空间吗？不管是物理层哦，面还是心理层面。物理层面是什么意思？物理层面就是比如说你整个空间呀，因为很哦多人会，OK，OK，OK，两个人会占据同样一个空间，
你是不是会觉得你的哦，东西是你，比如说这个空间我更希望自己待着，你不要过来独把你的东处，西放进来等等，比如说这是我想要的，不希望比如说之前笨叔说他不希望太黏的感觉，有些人在关系里头比较喜欢黏在一起做一些事情，有些人喜欢更我也独立一些，这是一种物对理上层面的，另外一种是精神层面的。精神层面理嗯解。哎嗯。，Annie 老师，你呢？比如说你的男朋友跟你相处，你会真的很渴望要有自己的物理性的空间，然后情感上呢，你是怎么去？然后你们很黏吗？我还很想知道，Annie 老师看起来就是不喜欢黏的老公或说男不来哦。朋友的人。哎，对，说不来，对对对，我想知道，我想知道啊，我觉得这个，如果你要是真的喜欢一个人的话，你肯定是愿意跟他在一起的，对吧？就嗯是特嗯别是热恋期的话，或者是你愿意跟这个人去分享，呃，你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嗯，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简单的说，我觉得如果我还是愿意去分享，对，愿意去分享。然后我觉得，如果另外的一个人去分享他的这个生活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不管是房子呀，或者是心理的感受啊，我还是很高兴的。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从长期的，你要是想跟一个人在一起的话，还是要保持，要给自己距离留一些空间的。空间，对对对，是的。对，就好像我现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我工作的一个环境。那如果要是真的有一个人搬进来的话，或者是跟嗯另外的一个人，那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够啊。我们还是需要更大的一个空间，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自己的。然后不是说你不能进来，但是我觉得我需要给我自己留下一个能够让我自己完全放松呼吸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好像。我也有一些学生或者朋友，他结婚了，生孩子了，然后呢，就是你听他说，哎，我最近在出差，然后出差的就他哦，特别享受这个可开出差的心是不是？感觉。哎，对对对，就是他很开心，这个享受出差的这几天，哪怕就2天，就是他会觉得我完全不需要考虑我的孩子和我的丈夫或者是我的爱人，就是嗯，我只要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心我觉得安理得，这个应该是而且对，完全一样的感觉。对对对，就是嗯嗯你并不是说你不爱他了，但是你很对对，享受你自己的这个时间、空间和你自己的一个安排，不需要担心别的人。所以我觉得，要是从长远的这个角度来说，不管是你朋友，但朋友倒是不必要再太多的注意这方面。但是我觉得，比如像爱人的话，或者是结婚没有结婚的这个情侣啊等等，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空间，才能够让双方会更舒服一些。但是就是您说的那个粘在一起的这个，我觉得那肯定是。我觉得应该很正常的，啊，应该是正常，很正常的，对对对对，就是对，特别是热恋期呀、热恋期，什么的，对吗？嗯，对对对，对，对。嗯其实我觉得，因为灿叔问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说，可能我啦，我会受父母亲影响比较深。嗯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这样，可能你们可以回想一下，嗯因为我母亲是非常依赖我父亲的，在精神上的跟空间上的陪伴，就嗯是他们不在意空间小，但是他们在意的是两个人一定要在一起，不管是工作、居住或者甚至做其他的事情，就是我妈妈要看到我爸爸在身边，她才会感受到安全感。所以我觉得这个多多少少好像有影响到我。比如说以前可能谈恋爱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如果我曾经有谈过的恋爱是两个人，我会去对方的套房那边，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就是在那边住或生活，我也觉得很自在。其实那个套房很小很小，就只能放电视跟一张床，还有一个小衣橱这样而已。但是我觉得我很开心，所以我觉得我个人倒不是很在意空间上的问题，而且我这个人也很喜欢做肢体上的接触。我嗯比较就是简单说，我就是很黏的人嘛，不管是不是热恋，我觉得我很喜欢肢体上的接触，所以我会黏到对方都说你烦死了，走开，我还是会好像蚯蚓一样在人家身上这样那种感觉，我很喜欢肢体的接触，嗯我可能从小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很黏人的人。但是唯一有一个我不会黏人，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是非常在乎我工作的时候的空间，所以如果我在工作的时候有人来烦我，不管他是谁，祖宗18代我都不管，我反正就是不要来烦我。所以工作可能是我唯一不黏的时候，其他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像那个寄生虫一样黏在对方身上，我反而是这样的人。那这个女生一定要让您24小时工作，就会有自己足够的空间。对，但是我也不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觉得不是工作的时候，我会希望逛个街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去买个什么东西他跟我一起，我也希望对方是能够接受肢体接触，能够接受对方是很黏人的人，对，我是这样的状态。我真的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哈，你也打破了我的这个刻板印象，就是对男生的刻板印象，因为我觉得可能男生也可以黏啊。是啊，是啊，因为可能我们很多时候都习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因为我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肢体接触，可能也和父母也有关系，父母本身就是相对疏远一点点，也不是成天大吵架，但是我感觉他们没有那么亲密，所以你从小到大并没有学会觉得说需要这样的亲密的行为，而且就是自己有自己的事情干嘛，所以到我长大之后，我对亲密关系的需求其实没有那么强烈，就是说时刻黏在一起啊，一起做很多事情等等，我是可以自己一个人过得比较好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这个状态呈现出来，对我的老婆而言，她可能觉得有时候有点冷漠，有点冷了，所以她又是像你一样喜欢这个肢体接触的，希望陪着她这么一个人，所以她特别喜欢聊天，和你说话，在同一个空间里等等。所以我感觉这些年，我可能慢慢变得有点愿意和她，就是更多的这个在同一个空间待的，有些肢体接触、聊聊天等等。我是觉得人是会变的，但整体而言，要是让我自己一个人，我觉得我也可以，也很 happy。那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是从这个，比如那如果你跟你的太太，如果2个人有这个矛盾的话，那你们会一般怎么处理？就是你会冷战吗？他会愿意说出来讨论一下，会怎么解决这个吵架的这个问题？这个东西面对太多了啊，矛盾生活里常常都有，而且我们2个有个特别的状态，就是我们俩都在家里工作，所以我在家里，他也在家里，所以我们其实会抬头不见低头见。最主要不是这个，就最主要是你有家庭之后养育孩子啊等等，对吧？这些东西矛盾点会有不少。但我觉得我们2个倒是从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我老婆主导的，她不喜欢把矛盾就留到第2天，她希望当天就能解决，她希望就是能把东西说清楚来。就当下可能情绪上来之后也会喊一喊，但是我们都会采取就是可以，甚至有时候我会火上浇油，就他情绪上来了，我这个状态，他情绪上来，我会觉得受到了攻击，然后我情绪也上来，然后火上浇油，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情绪，被我一浪一浪的往上推到特别高，最后2个人有点不可收拾到这个状态下。但是就算到这种状态下，我们整体而言不会让这个矛盾过夜，就当天还是会试着去解决，去沟通，然后到最后把这东西理清楚。我觉得这方面其实我得感谢我老婆，因为她其实是一个对精神层面的需求更要求很大的人，很高的人，所以她希望2个人是真正的理解对方，理解彼此的，所以她不希望有很多误解、误会，甚至冷战等等，所以她总是会想办法把这些东西都给疏解掉。我有时候老在想，要是我遇到一个性格和我比较类似的人的话，我们2个可能成天会冷战，然后很多东西憋着也不说，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逃避型的，对，逃避型的，对，我就是一个逃避型的人，所以就是人有时候很奇怪，我觉得反正被他影响，我觉得现在慢慢倒是能解决问题，当天都会愿意去解决，不想把这个东西留着，就是这样。对，我觉得这个问题蛮好的，恋爱关系就是2个人的关系了嘛。对，那所以而且2个人互相影响、互相成长这样的。对，你怎么面对当彼此观念不合或争吵的时候，你怎么反应？这个在关系中非常重要。你像我就是跟灿叔一样，我基本上在感情上是遇到问题，我会尽量去回避争吵，
所以有时候反而会让误会越来越深。如果对方也是回避型的，那可能我们心里都可能埋着一个为什么你那天不讲话，为什么你那天怎么样，然后就没有把事情解开来。所以这个我觉得，所以 Annie 老师，你在恋爱关系中如果面对不和或争吵，你的处理方式是怎么样？讲清楚吗？还是埋着？要讲清楚的。我觉得这个，我感觉我上一段关系啊，就是我以前的男朋友，我感觉他应该算是一个就是逃避型人格。对，都是男生，都是男生的错，都是男生的错。这是共性吗？还是就是他一个人？然后女生不知道，反正我感觉，其实我以前啊，我的经历应该我也属于一个逃避型的，比如像我其实是不太愿意面对这个争吵的，就是我觉得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我是尽量的。没有达到我的底线的话，我其实是不太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让它过去，反正也不会说有什么伤害，或者不会有大的这个影响，我觉得都是无所谓的。然后呢，我觉得可能最近这几年可能慢慢的有一些改变，特别是我觉得就是处理这个感情的这个状况的话，就是这个不能有误会。如果要是有误会的话，我感觉他会，虽然你小的事儿你没有解决，但是这个东西它就跟一个种子一样，就在你的心里。对，然后就是这个人他要是个逃避型人格的话，就是更严重，他就喜欢冷战。冷战的话，这个是让我特别受不了的。对，我喜欢什么事儿，就是哪怕大吵一架，就是让两方都不太高兴的情况，但是我觉得说出来，至少你知道这个人他就是双方他们的想法是什么，能够讲清楚。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我感觉。就是这个也是要互相，就是互相引导的。反正有一个人不愿意讲，那你看你怎么样去处理？就是你怎么让他，比如就像灿叔，他可能也在慢慢自己愿意去改变。然后呢，因为这个环境的影响，可能你的爱人也会去改变你。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双方的需要改变的一个问题。比如像一个人他情绪可能会比较激动，那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感情上这个情绪太激动的这个问题，太热情太过火然后我觉得这个双方的话，可能都是需要去做出一些努力。我是一个愿意去说出来的我也不太愿意去把这件事儿，就是哪怕隔夜，如果要这件事儿让我隔夜的话，可能这一晚上都睡不好。对，所以就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希望就是能够解决，说清楚，讲清楚。这个会不会是中国人民族性的关系？你们觉得呢？比如我们有的学生有外国人跟中国人一起谈恋爱，你们会不会觉得外国人反而倾向于主动把话讲清楚，而中国人倾向于说事情没有到最后的爆发点，我就忍气吞声，或者我就不说，说不定没事。你们觉得会不会有这种民族性的感觉在里面？我以前男朋友他不是中国人，他是外国人，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跟国家不太有关系，就是主要就是人的性格，个别性的。对。然后我以前也是跟这个就是，以前跟那个心理医生也是，就是谈过这个情感方面的一些咨询呀等等。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正常，人类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不管，对你不管是哪方面，你可能。特别是在你感情就是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逃避这种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我觉得，对，是，所以比较跟家庭文化有关系吧？我觉得和家庭影响很大，家庭很大影响的，对，我觉得，对，可能我记得我以前是这种不太愿意面对这个，一些情感中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我父母他们是不太愿意去说出来他们真实的这个情感的对，就是吵架的话，我觉得我爸爸马上就会闭嘴，就不说出来了。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茶叔想说的所谓的民族性，因为我们上一代的就是家长大部分很多是这种回避型的，就纯粹那个吵得翻天覆地的比较少。可能这种文化那个时候不晓得沟通，对，那个时候没有沟通的概念。是的，是的。你像我爸和我妈吵架，然后我妈喊的就是特别响之后，我爸基本上就是沉默，
然后要么就走人。然后对我对习得的感受就是说，哎，这种时候我直接逃避就行了，不需要怎么样。对，然后我爸也和我说我爷爷就是这样，因为我奶奶也是那种脾气很躁的人，那我爷爷就是躲起来，那让他吵就吵，那就所以这个东西他会，你其实是学习父辈的怎么去处理这种关系的这么一个方法，所以慢慢习得了，所以就不自觉觉得这个是对的。但是可能你要是遇到差不多类型的人，你可能这个还会维持下去。但假如遇到一个和你这种性格处理方式天差地远的人，你们两个可能就有矛盾冲突，那可能要么就是一拍两散，要么可能真的还有机会去让你认识到另外一种可能性。我是觉得是这样。对，我觉得就是长久的关系，它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不是说你能接受这个人他的优点，就是他的这个人的缺点。比如像这个人啊，他有一个就是一吵架他就冷战冷处理的这种，你能不能接受这一点，或者是你明白不明白？这就是一个结果，你永远不能改变，或者是他不会说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改变，才是能够影响你们长久能不能在一起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我是这样想的。比如像像什么我们刚才说的父辈啊，或者是爷爷奶奶那一辈的啊，就是一个人他是这样的，就是吵架以后他是这样处理的，另外的一个人可能就会大喊大叫，然后完全发泄出来。这两个人能不能互相接受，决定了他们两个人能不能就是继续的往下走下去。对，是的，对，因为每个人都有优点跟缺点嘛。其实恋爱关系中就是你怎么去看待对方的优缺点。对，你不能只喜欢他的优点，因为那他的缺点可能会让你不舒服或怎么样。对，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想问两位哦，就是说我觉得恋爱关系有很多种类，有一种关系是双方中有一方是比较强势的，有一方是比较不能说弱势，但是比较依赖型或顺从型的。那你们在恋爱关系中是这样吗？还是你觉得双方是真的平等？因为我觉得顺从型的人，他就是希望对方去主导所有的决定，会让他有安全感。我觉得有时候恋爱关系是这样的，有一个主导型，另外一个人是顺从型的，或者他比较不会去主动有什么意见或想法，都让他去决定。另外一种当然现在很强调就是双方都平等，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喜欢的关系不同，没有说对错问题。所以 Annie 老师，你在恋爱关系中你是属于强弱势方，或者是你觉得两方都是很平等的？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好像我觉得没有办法给一个是或者不是什么哪一种的。我感觉我应该看情况，对不对？对，是，就是我觉得我应该不是一个愿意主导的这样的一个人。对，我不是一个，就是从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应该不是一个愿意让别的人听我做决定的这样的一个人。我喜欢听别人的意见，但是呢，我也会有我自己的这个想法。那如果要是从这个恋爱关系的角度来说的话，我可能是，应该是会说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但是如果要是一个人来做一个决定的话，我可能也愿意去听，或者是比如像我，我要是旅行的话，我可能是一个比较有自己想法的人，那我可能会去做决定，但是这方面是听我的，然后也许其他的这个方面，那我就觉得很无所谓了。我是这样的一个，没有说绝对就是各个方面都会去听一个人，然后或者是我来做所有的这个决定。我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对。那灿叔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还挺吊诡的，我是这样觉得。吊诡，因为就是我会把这个字打出来，吊诡。对，因为说实话，我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这个有两个层面，我刚才想到，就是你和不同的人，你的相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遇到不同的人，你的相处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你遇到一个强势的人，你觉得他还说的挺对的，另一方还是有原因的哈。对，你就接纳他了，你觉得他说的是对的。但假如你遇到是一个相对弱势一些，需要你做决定的人，那你不自觉就会变成一个强势的人。训练，对，这就是在关系里头，他总会有这么一点点。我是觉得不存在完全平等这么一个状态。对，这个东西其实不能说平等，而是角色不一样，角色定位不一样。平衡啊。对，有些人相对他的主意就是多一点。想法判断啊等等能力就是好一点，但其实不是说另外一个不行，
而是另外一个觉得你既然你做的比较好，那我就听你的也 OK。但是他假如遇到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比他这方面还弱一些，那个人愿意听他的，他这个东西他的能力慢慢也会成长起来，也会不一样。但是人又我刚才为什么说吊诡，就是你可能在你的人生童年的时候等等，你的经历等等会塑造成你是一个特定性格的人，你是会吸引特定性格的人。我也刚想说这个，对你选择跟什么样的人也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对吗？所以你可能真的在所有的关系里都是这么一个状态，不管就是永远是强势的那一方。对，因为你本身这个你只吸引这种类型的人，你也可能更吸引你更喜欢这种类型的人。所以虽然有可能性你是不一样的，但可能整体你还是这么一个状态。我是觉得，虽然当然我没有参考意义，因为我这个只有一段，但是我觉得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相对是更喜欢听别人意见的，就是甚至让我老婆去主导这些关系里头，我可能会想的比较少。我觉得她做的是对，甚至有些决定啊或者一些方式我不是很喜欢，但在当下我权衡了，觉得也可以，对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等等，比如说我当时在来西安之后，我来西安这个决定，就是其实说实话，不是说我真的特别的开心一定要来西安，就是因为我们大学毕业之后，当时觉得我老家在浙江嘛，我老婆是西安人，我们在重庆上的大学，然后后来因为本来按道理大学的情侣基本上就是毕业之后也就分了，是很正常的，当时我也是抱定这样的想法的。但是我老婆又舍不下，可能我内心深处也有些割舍不下，所以我来了西安。但来西安这个事情不能说是我主导，而是我觉得更多是，我觉得我可能愿意更听他大局观，有一个大局观。对，我来西安，但是来西安其实那几年不是很顺，而且我觉得，比如说那几年，我老婆她哥生了孩子，就是挺小的。然后我老婆呢，那个时候其实因为受家里影响比较大，因为你像重男轻女出来的家庭，你这个做女儿的人肯定会去想就是帮助妈妈呀等等，会有做很多这种很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他把我也拉进去了，比如说周末的时候陪着他一起照顾他侄子呀等等。这个状态对我而言并不是特别舒适的，但是我在当下那个状态下，我就接受了这个状态。对，我接受了这个状态，但其实对我而言也不是很舒适，后面其实是会造成一些可能爆发的点。对，我觉得这个东西人的关系很微妙，但是整体而言，牺牲跟妥协会有。整体而言，你是什么类型的人，我觉得你就会吸引什么类型的人，这倒是确定的。对，可是应该这样讲，你习惯什么类型的人，你就会慢慢习惯了。比如说像灿叔遇到他太太，可能那时候想要讨好灿叔的岳母，他妈妈，就慢慢那我就听你的吧。所以慢慢好像我们会在恋爱关系中去改变自己的个性，你们觉得有可能对不对？会改变。我们为了要去适应对方或让这段关系过得更平顺，我们可能会试图想要改变自己，然后甚至去做一些自己本来不是那么愿意的事情。就简单说，就是我们当时可能会觉得我是为对方牺牲，而且是值得的。对，我觉得人这个关系是很复杂的。您在那个时候是觉得做这件事情是值得的，不管是你自己心里想的是什么，会妥协啦。对，但是这种妥协也是你自己觉得值得，或者是至少那个时候是愿意去做的。是的。对，所以人真的很复杂，有时候妥协久了又是争吵的爆发点。对啊，就是这样。然后不妥协，关系又会有一些冲突。所以恋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啊，你比如说让一个人主导习惯，主导人也会很累。为什么都让我来做决定？你就不会想一下吗？然后跟随的那个人跟随习惯了，也会形成一种惰性，就是说你来做决定得了。啊，对，就是会，所以就会出现各种情况。对。我觉得其实有一个词，就是您用的是主导。这个主导我倒是觉得稍微有点强势了，就是感觉你得听我的。我觉得这个任何的关系应该没有这个绝对的主导吧，他也不可能是绝对的主导的话，那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一段健康的这种恋爱的关系，不能用对吧？所以 Annie 老师，如果不是主导了就是说对方是一个出主意的人，
那你也慢慢习惯他去出主意了，所以会不会就会变成你事事都听他的了，有这种感觉，然后到最后反而变成一种压力了，好像我都要听你的，对方也习惯出主意了。所以有时候主导不是他主导，而是恋爱关系中慢慢形成的一慢慢的个关系。变成的这种情况是吧？我嗯觉得这个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他也如果即使是一个人他比较愿意去做一些决定的话，那我觉得也不一定是所有的决定，就是哪一方面。对，我觉得我就像我说的，我应该不算旅行就你决定啊，什么大小事这样去对对，分配，或者是我，就像我的工作的话，我是一个特别有自己的想法和主意的人。对，对，那如果就是说其他的生活方面，其实有很多的事儿你是不需要去操心的。如果有另外的一个人来做决定的话，那，这个目的是好的，那我觉得应该也是。其实我倒是挺愿意有一个人来做决定的，帮你出主意，对对不对？对，我其实如果有人很懒帮我出主我意，我会很懒的去听，如果他的这个对呀。想法是有道理的。对，对，就是你信赖这个人，或者是你依赖这个对人，他来做一些决定什么的，我觉得那其实也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儿。但是你什么事儿都，或者是你来征求我的意见，或者我有一个底线，但你没有触碰我的底线的话，那我觉得其他的这个事儿都是小事儿，无所谓的。这个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各个方面的事儿，我觉得那太多了。对，所以没有必要两个人。我觉得如果要是两个人都很强势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是挺难的。我觉得这几年啊，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最近好几年，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妈妈她年龄越来越大，然后我之前一直都是在国外住啊，或者是就是陪父母的这个时间特别少，然后我最近这几年呢，我就是经常会带我妈妈出去玩，然后我觉得我跟我妈妈的一个关系就是这样的。为什么我现在能跟她一起旅行？其实我觉得旅行是在考验两个人关系特别重要的一个方法啊。你要是觉得正在恋爱的人带他去旅就试一下行，对，真的是，我妈妈她就是一个在家庭中关系中她是很强势的一个人，但是呢，我慢慢长大了，然后呢，我会做很多的决定，我在外边我也喜欢做决定了，所以呢，我们两个之前她出去吃什么饭，或者是去哪儿住什么样的酒店，她都愿意去给出她的想法，然后。这几年我跟他去旅行，他也学得特别的聪明，就是说我来付钱，我来做决定，他就真的是好好的去享受。其实他给出的任何的意见，他是没有必要的。他什么省钱呀，或者是怎么样，我都已经能够超出他的预期了。他为什么要给出决定呢？对吧？那他就听我的，所以他变得很聪明。所以我们两个人最近这几年旅行从来没有吵过架。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家庭的关系，你跟家人的关系。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像这个情侣之间的关系，两个人你都去做决定的话，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很难相处的啊，肯定是有一个人要，不管是大的决定还是小的决定，肯定是要有一定的妥协的。我觉得安妮老师说的对，这其实不涉及主导，而是涉及你是不是在关系里头过于的自我，你一定要把你的东西一定让别人也接受，一定要因为对。因为其实说实话，像安妮妈妈这样做法就很好。其实我没有必要一定要把我的想法一定要实行，其实没有必要。这个关系里头就是这样。我这个就是涉及到相对比较高的等级了，已经是我明明有自己的主意，但我选择我不说出来，因为我觉得你的主意，我接受你的主意，而且你的主意其实也挺好的。因为有些事就是两个人，我一定要说出我的主意，你一定要听我的，那种状态就容易发生争吵。这个状态是两个人都有主意，一个愿意觉得你的更好，那我听你的，那不是说另外一个就是我完全没有想法，而是我觉得愿意接受你的更好的，这个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关系的状态。对，我觉得这个太尖锐了的话，在这个关系中肯定也是很难的啊，就是你什么都要弄得特别明白。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在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难得糊涂，难得糊涂，我刚刚也是这样想。是的，是的，难得糊涂。太聪明了也不行，其实关系中要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难得糊涂。对，不要太清楚。如果你事都算得清楚，你是给自己难堪，给自己难受。对，
就是有的时候你不管是就是人生的这个角度，你很多的事儿，其实你忘记以前不好的事儿也算是挺幸运的啊，或者是忘记这个人的一些缺点，或者是他也不一定是忘记，或者是你就是不在意这个，对，我觉得是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你要一个人有太高的标准，其实说实话会很累，让自己很累，而且让周边人也让很累。自己累，对，对对对，而且这也是考验对方能不能接纳你的意见的一个方式啦。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在座两位，这个问题呢就是很无聊、很无聊的问题，就是说你在恋爱中会不会去很 care 对方过去的记录？我有交过一任女朋友，她就是这种很 care，她一定就是问你前面几任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关系，这问得一清二楚，就差没有笔记下来而已。所以我的意思就那是说，如果不让他满意的话，他会怎么办呀？如果让他没有，你的历他就史有就是 curiosity， 就是好奇而已。他就是就是心里那关，想知道他不知道他心里那关过不去，他就是要知道。是他觉得我了解你人生的方方面面，这是身为女朋友的义务，而且他在意。其实告诉他了，他心里就在意了，就一个梗在那里了，他就在意，但是他还是想要了解你过去的方方面面。所以 Annie 老师，你在恋爱过程中，你会很在意对方的过去吗？我应该要是完全不在意的话，应该也不太合理。我觉得就是多少应该会问一问吧，但是应该不会因为这个过去是怎么样就改变我对这个人现在的感受，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现在的这个是一个人啊，在我面前他的性格或者是他是处理现在的生活的这个态度，应该是很多都是从他以前发生的事情，他的恋爱的关系积累的，对，变成他现在的这个人的。不管是他可能有的时候会很敏感，或者是很愿意逃避，不太愿意去面对这个感情的问题，那可能都是他曾经他的有一些这个情感的经历给他带来的这个一些影响。那我觉得，如果这个人我能够接受他现在的这个人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就是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吸引我。那他的这个历史的话，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去改变。所以有的时候知道的话，可能也不一定是会刻意去问吗？应该不会刻意的去问，但是如果时间长了的话，这个东西它就会慢慢的就会有的时候就会说，那我也会说出来，之前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聊天可能就不自然的就会讨论这些事情吧，我觉得，对，会不会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就看这个书，比如像那个小说啊，就是这种特别浪漫的这种。极度浪漫的小说，然后两个人就一拍即合，然后就感情恋爱都很顺利，然后都没有这个两个人都是初恋，都20多岁、30多岁的就像灿叔这种太梦幻了。不是这样啊。我觉得那就这样的话有点太戏剧性了。会不会你觉得会不会越爱对方越在意对方的过去？会吗？那肯定会有这种感觉吧？对对，应该会有的。就是你说完全不在意的话，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假话。但是我倒是可以能够，就是感觉这个人他现在的情况，我觉得他的这个历史的话，应该不会太多的影响我现在的判断跟感觉。对，这样说应该是比较理性的。我要考验一下 Annie 老师了。如果你问你的这个男朋友说：“哎，那你交过几任女朋友？我想知道一下。”他说12任。你会不会心里有没有很起波澜？应该会的，应该会的。会不会对于这段恋情稍微有一点怀疑？还是会因为这样会更深入的问更多问题，对不对？这个就是有这样的情况是会继续吗？还是说那就算了吧？这个我可能也是第13个是吗？这样的感觉，就是玩玩嘛，就是这个人他是在跟我玩一玩。了解过去之后，有时候反而会让人后悔，会不会？有时候会这样。还好。
还好，反正我觉得对我来说应该不会有就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它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对对对，但是不会说，哎，你怎么有这么多恋爱的关系？你，那我们分手吧。这种的应该不太当然不不太，知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参考因素，参考我因素。我我每次都会问我的学生一些问题，我就常常问这个问题。如果是女学生，如果你的男朋友说我前面交过15任女朋友，你会有什么反应哦？那我有很多学生说我会跟他分手，因为我觉得那我也只不过是第16任而已。就是对当然我问的都是比较保守国家的学生，所以他们会觉得恋爱次数过多会算是对他们恋爱关系中一个很大的冲击，这样子。对，你这么多次，我觉得你肯定会没有恋，考虑吧？肯定会有一些考虑啊。对对对啊，对，对啊，我觉得对啊，这也这种也不是特别很正常。正常。对呀、对，就是对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到恋爱的关系。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没有恋爱经历的话，就是说就像小说中，哎呀，这个那唯美也不太太现实了，唯美了。对。不太现实。我觉得那就是这个，那我感觉我是不是要教他好多事情？因为很是多事情他都不太理解，对吗？嗯就是我问一下参叔，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如果你交了一个女朋友，她完全没有恋爱经验，你会觉得是好还是不好？你是问我在什么节点交了一个女朋友？有对这呀对呀，对呀、就是你假设你高现在还是中的时候是个好事儿吧？应该。二十几岁的，比如说25、6岁的年轻小伙子，你现在当然啊，很老了啦，啊，嗯25、6岁的年轻小伙子嗯，遇到了一个女生，她完全没有恋爱经验，你会觉得这是哎好，还是你会倾向于交一个有5、6次、3、4次恋爱经验的女孩子？因为这些东西应该都不会存在我的主要考虑范围，因为我不会去考虑你还是她有没有考虑交过她的个男朋友或女性，朋友。对，你肯定首先是被这个人吸引嘛，你吸引了之后，你才会可能知道，哎，她以前要么有过男朋友或者没有男朋友，这些东西对我而言都无所谓。因为我最早认识我老婆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她之前在高中曾经有过男朋友，那其实对我而言，我觉得也无所谓啊，有个男朋友怎么样？而且他大学的时候，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当时也是不是我和你们说过嘛，和你和笨叔说过，当时有一个男朋友是我们班的，是被她闺蜜撮合在一起的，但其实这不是很喜欢。后来我还撬墙角了嘛，不是，就是我不是很在意这个，我觉得撬墙角是什么意思？撬墙角就是把她挖过来，变成我的女朋友，就是抢过来了，对把这个女孩子。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最主要的考虑因素，就看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其实，因为每个人都有过往，他过往就算可以是白纸，也可以很丰富。其实你要这个人真的是觉得你和你很对、很契合，这些东西都无所谓。我觉得，哪怕他有过15次的情史，那你就让他终结在第16次吧就行了吧。那么有自信啊？是太有自信了。哇，三叔在感情世界中是个霸主啊。对，我觉得我问题越来越多了，而且都是很奇怪的问题。你再问几个？好像是一个情感大考验。Annie 老师很后悔来今天的节目。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就是你们如果恋爱关系真的到达了一个终点，你必须要提出分手了，你们的方式会是什么？或者你习惯的方式会是什么？我先以我自己为例，我的每一段关系的结束都是我主动提出的，而且我就是会跟对方真的有那么那一天讲清楚的那么一天。我还记得我有一次的恋情，就是那个女生在我家住了好多年，然后最后我家人都受不了了，就是说你们一定要分手，不然我们就怎么样怎么样。那最后我就真的挑了一天，我还记得是下午3点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录节目的时间。你还记得好清楚，好清楚啊！我就说印象深刻。因为其实我前几个礼拜就跟他说，叫他自己去找房子了所以我那天就跟他说，那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然后很感谢你，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很开心，当然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然后我也学习到很多。这段时间你也有开心，也有不开心，然后在这里找工作也不容易，我也尽我所能的维持这段关系了。那我讲到这里他就哭了，然后我说那今天就这样子，然后你就搬出去吧。那其实他行李什么都弄好了，然后最后我们就是他跟我就是很有默契的就这样抱搂了一下这样子，然后拍一拍，然后就没有再说话了，然后他就那个画面很像8点档剧情哦，电视剧一样，他就电视剧一样，他就拎着行李就走了。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心里好像少一块东西，但是我这个人，恋爱关系中分手，我都是主动提出的那个人，但是很累、很辛苦、很痛苦，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仪式感，因为有的人分手是很可怕，就是慢慢渐淡，然后就不理对方，有人分手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分手模式。给在座的观众一个参考。对啊，Annie 老师，你问你，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比如你提出分手之后，那你们两个人是真的是完全不联系了吗？就是刚才有一个仪式感，然后就再也不联系了吗？这个看我喜欢对方的程度。因为 Annie 老师你这样问，我就觉得我有很多不同的状况，不同的分手方式是吧？分手方式都是我提，像我之前在播客有提到，有一段分手是在这里打电话，深夜的时候跟对方说我们分手吧，就是直接这样电话分手。分手完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跟对方联系了，完全没有了，就断了。然后就真的从来再那我刚刚说的那一个就是拥抱结束的那一个。我后来还有去他租的房子，然后就去他的房子，就觉得我心里在转，到底我们是朋友还是恋人，就是脑袋一直在转，然后就也没有所谓的很挣扎或什么，就是一个问号在脑袋，但是也是很自然的跟他看个电视，然后聊聊最近怎么样，好像又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然后甚至我可以讲直白一点吗？甚至就是那天还真的还有发生一点事情，发生一些事情，对，我觉得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对，就是你对对方还是有一点感情在，有一点希望肢体接触在，然后毕竟那一次的分手跟家人也很有关系，但是那样的状况2次3次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他那里了。至于原因是什么，我也不晓得。反正我觉得我已经跟你有一个仪式上的断点了，要分手了。那么我刚刚说后续再去他家再发生什么关系，那个都是一个突发的事情。余波涟漪没了，涟漪到了尽头没了就算了，我也不需要再有什么恋爱上的束缚，毕竟我已经解除了这个关系了。所以 Annie 老师这样问，我觉得我可能会看我喜欢对方的程度。你像我如果还去他家，表示我心里还有点喜欢他，但是不至于到我还要再跟他复合，因为我知道复合之后还会有很多问题。对，那但是后续也对。我为什么要问您这个问题？就是我感觉这个就是分手这个事儿吧，它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过程。就是即使是一个人他提出了分手，我觉得他就是可能是你从你的这个角度来说，你其实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了，然后可能会至少你做更多的这个心理准备了。然后另外的是被分手的这个人，可能他是觉得更突然的一个接受的一个信息。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两个人真的是在这个关系中，就是很投入的，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一个事情，就是不是说，哎，就跟好像这个水龙头你关了这个水，那这个水就没有了，这个感情你就可以开可以关，你那么自如的去处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即使是分手了，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感情的纠缠，然后反反复复的去，就是试着，可能其中的一个人试着去，
看看能不能还有这种任何的，就是能复合的这种可能性啊，等等。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提分手和被提分手的这种情况都是挺复杂的去说的。是所以我忘记了您最开始我的问问题就是什么。是回归到 Annie 老师自己，就是你可以谈你面临的分手状况是什么样，或者在关系中你是一个主动提分手，可能常常有人分手的原因是个性不合，最常见的原因，或者是什么什么原因。那你在这段关系中，如果到了一个终点，你是主动还是可能是被动，或者是你喜欢什么样的方式？对。觉得我的这个就是经历来说的话，应该是我觉得也是我来提的分手，但是这个也就是我觉得好像不只是这个感情的一个原因啊，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外在的原因。我觉得就是比如像上一段关系，我觉得出于对我前任的尊重吧，我就不说太多的这个那个具体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比如像疫情的影响啊，因为比如像这个距离的影响，对距离的影响。还有呢，就是比如当时我的这个工作的状况，可能他会给我很多很多的压力，或者是让我对这段关系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距离或者离我的家庭很远等等，其实有很多其他外在的这个因素，所以呢，就是让我会觉得没有这个安全感，在这个恋爱的关系中没有这个安全感。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只是单纯的从这个感情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你说这个人，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说，哎，有第三者，或者是谁出轨啊，或者等于就是其他的这个感情方面，还是说，两方还是比较互相喜欢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但是呢，我觉得如果只是感情的话，没有这个现实的一些因素，这个也不太可能啊。所以我觉得，嗯。我感觉这个当时我们分手的一个情况是我提分手，然后又试着在一起，然后他也提分手，又试着在一起。对对对，就是真的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情况，持续好多年，真的好长时间。我就记得，因为当时，我觉得工作呀、疫情啊、距离啊、生活的大的改变也要分手。我当时还就是做了几次这个心理咨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需要一些比较专业的这个引导。对，就是当时我的那个心理医生，我记得他是一个美国人，然后他是专业的这种情感的这个心理咨询的，然后也是问我很多的问题，然后我就觉得当时我是感觉这个分手我来提出的这个分手，但是对我的这个伤害其实很大。虽然你说出这个话来了，你感觉就是让对方受到伤害，其实你自己的这个情感方面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因为毕竟不是说玩玩。如果你要是想跟一个人对这个很深的这个感情，不是说那么容易就结束的，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都是正常的。你要是说问我这个，我不太清楚，不好说到底是谁分手，但是真的是反反复复牵扯好长时间。对对对。就是Annie 老师，你是不婚主义，还是你觉得你一定会结婚，还是随缘？我没有这个不婚主义，但是我也没有觉得我人生一定要结婚。OK，对，这是我的信念，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来说的话，这个结婚不结婚没有那么的重要，没有那么的重要。比如像我的这个，就是，我上一段关系，其实我们在一起很多年。如果要是从法律上来讲的话，这种的其实也算是有这个非常稳定的这种婚姻的关系了，我感觉。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我倒是不太说，如果要是真的是感情到了，或者是必须要结婚，那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是对我来说，不结婚的话，能够跟这个人他是真正的互相的真诚的对待，那这个结婚也没有说那么的就是必须的。对。对，这个我觉得我们三位正好完全极端的价值观我是不婚主义了。Annie 老师，我觉得 Annie 老师比较是现在普罗大众的想法，就是随缘，然后
遇到对的人，结婚也没关系。那对对对，没有遇到对的人不结。那灿叔就是已经结婚了，没得选了。我英发现我有年早婚很多我发现我有很英多问年早婚题，英年早婚，我有很多问题呢，我问出来，灿叔也没办法回答。对啊比如说我如果要问你喜欢单你身还是喜假欢恋爱，设灿叔就这个假设有点不太，我跟你讲，不太可能。每次问灿叔这种问题，他也没法假设啊。对呀被他老婆看到这一集怎么办？怎么办？对不对？好，那这样好了，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哦，我觉得今天真的意犹未尽，好多我觉得想要问你们啊、不过我们时间有限，问最后一个问题好了，你觉得你们现在比较倾向于维持单身的状态，还是你现在是非常向往恋爱关系啊？这一题灿叔你要 pass 也可以，我 pass 吧，你要设想也可以。我不设想，你俩说。Annie 老师，你现在满足于你现在的单身状态，还是其实你还蛮想谈恋爱的？我吗？是我吗？哦，对，我觉得我挺享受现在的生活的。对，就是我没有说，哎，我有点特别孤独，想找一个人来分享我的生活。我倒是没有这样的，我觉得我的生活还挺充实的。但是呢，如果要是真的有一天遇到了一个人比较合适的，就是不将就的、不强制性的，哎，你必须要这样，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件挺美好的事儿。但是呢，就是说，哎，你特别期待就是天天相亲呐、或者是或者是用一些就是每周要见个人，或者是用一些这个，现在很多人用这个软件去见一些人。哎，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还真的是挺佩服我的一些朋友的，就是他们会去愿意主动的去认识很多的人，因为我觉得毕竟我们现在的这个什么生活的情况，他不是说那么容易去认识新的朋友，他会主动的，比如去参加一些这个社交活动，对，然后呢，去运动啊，或者是团体的那种大型的，我觉得以前我真的是，我人真的是改变很多，比如像以前我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然后真的是要不得不跟很多的人，比如像10个人，哎，就一个人是已经认识的，然后那几个人全都是不熟悉的人，去一起吃饭、一起玩，然后做一些活动，分享这个生活。那可能现在我就不太愿意了，我不会主动的去参加。但是如果要是说，哎，真的是有这种情况，也不会说就是逃避。对对对，这个主动，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很累了，因为你要是主动的去，跟每个人每个星期认识不同的人，去介绍自己的经历。哎呀，我觉得好累呀。对，是的，是的，真的，还不如来上大叔中文聊聊天。对对对，我们聊聊。这个，对，我觉得单身跟恋爱真的是人生2大课题。单身也不容易耶，你要懂得安排自己，你要知道独处的艺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单身是一种能力的，我觉得，我是觉得，如果就是人是需要一段时间去了解你自己的，就是你了解别的人，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最不容易的是了解你自己，你到底是你自己愿意要什么样的生活，对吧？你自己想要跟什么样的人，去相处。我觉得我的感觉啊，我不太知道我想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但是我知道这个人如果我不喜欢他，我就不愿意跟他在一起。我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至少你在一起的这些朋友是舒服的，这个很重要。对，这个我认同。对，朋友啊、家人或者是工作，就是我们每天见那么多的人，对吧？就是不同的文化、不同国家，或者是近的、远的、男的、女的什么的。但是我就觉得，你现在已经有这个见了这么多人，你至少什么人你说话很舒服，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 ，OK，我觉得就是单身很好。然后，但是你要懂得安排自己，行动力也很重要，纪律、自律都很重要。然后享受自己也很重要，了解自己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如果你是在恋爱关系的人，我觉得恋爱关系有分成长型的跟有毒的。那如何取舍？各位同学要加油，自己
这个尽量的去在人生中学习成长，最好能够从对方身上学到事情，对方也从你身上学到事情，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看书可以分享更多的经历、经验、生活经验，跟另外的一个人怎么样更好的相处。然后呢，这个下回我们快要结束了。这个 Annie 老师，我们其实列出很多主题了，下次一定要再请你来多聊聊。我觉得这个女性观点真的会很好，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对，不管是女性，我觉得至少怎么说？今天我的感觉，因为我感觉我从我自己的频道，或者是我跟我好朋友的播客，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哎，我是一个老师，对吧？你会从一个老师的角度，但是今天我们聊的，我就感觉，哎，我们是一个人，对，就是一个人，对，就是你的情感，什么恋爱、单身，或者是你的婚姻，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的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不会有这种负担，哎，我就不是一个老师了，对吧？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对啊，对，就很舒服。人其实是很棒、很有趣的啊。好，那还有最后一句话告诉各位观众，如果你是单身狗的话自己找时间脱单哦。单身狗，单身狗的同学们脱单啊。好，对，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啦，谢谢 Annie 老师，太棒了。你要来取代变数好了啦，取代变数没用，来取代变数好了。行了，以后不用来了，这个位置是我的。这个位置我就空下来留给你啊。好，那我们这个下一期不一定是下一期啦，后几期我们会再请 Annie 老师多聊一聊人生的话题，我觉得很棒，很有意思。我们自己也复盘了很多，想了很多事情。好，那我们就跟观众们说再见吧，大家再见，拜拜。再见。